山脚下淡水河畔边依山傍水的米仓国小，被誉为最接近都市的森林小学，拿下2面国际绿旗认证最高荣誉。校园内随处都是学生们的自然教室。叶子有被吃的痕迹吗？没有被吃是这样，有被吃的痕迹。所以当看到有这个被吃的痕迹，就可以仔细观察看看，那有没有看到幼虫？有看到了，这里边对的都是。这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。那螳螂躲在哪里？躲在树叶。躲在后面啊，你们有看到哦。在水生池里面，你们有看到什么动物？来，你们仔细观察看看。青蛙、鱼。夏天的时候，这边就会看到贡德氏赤蛙。那它另外一个名字，有人叫它狗蛙，因为它的声音很像狗叫声那样，喔喔喔。那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小孩就可以记得住来说，哦，这个时候是这个贡德氏赤蛙，那它的叫声是什么？好，那像在冬天的时候，另外有拉都希氏赤蛙，那它的声音呢，就是那样，很像这个上厕所很用力，所以有小孩说它是拉肚子青蛙。那他们其实对这些是非常感兴趣。出来呼吸了哈，探头，对，在这边，这个是斑龟。学校它有很多树，就是很像森林小学，然后它也有很多动物会来，就是像是有一些那个招潮蟹啊，或者是红螯螳蟹，他们就会自己来我们学校。红螯螳碧蟹。好，这个是我们1年级小孩进来一定要认识的，因为他会从河边这边爬楼梯爬到我们校园，尤其在下过大雨之后，所以他们一进来，我们就要告诉他说，有时候你可能教室会出现螃蟹哦，不要吓到。对，那我们就透过这样，其实算是有这样的环境，然后也机会教育。我们的夏天课有一个叫红螯螳碧蟹，它是一个陆蟹，它是会下来淡水河产卵又回去的。然后它的长相就像这样，那我就顺便把我们学校的课程放进来，所以才做了红螯螳碧蟹。这是我们的公仔啦，阿红，它叫阿红。把校园里的常客阿红变身成校园装饰艺术。这个是樟树，台风天来的时候都会有折断的树枝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当做鳌的造型。校园一角，在李志远的巧手协助下，捡起的枯木树枝做成螃蟹造型公仔。蟹不只隐身在校园各角落，变成特色意象，也纳入课程中。校园前方的淡水河畔，就是观察螃蟹的最好天然教室。老师，那个红红的是什么？是希望让孩子了解我们这个北部台湾母河淡水河，它跟我们的整个相依相亲的那种情感。那在生态学的部分呢，主要也是带着孩子去观察它的自然生态。像在这个出海口的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招潮蟹，所以我们呢也会教孩子们怎么样去从它外面的一个环境，还有它的一个拧分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排列的状态，去判断说这边可能是什么样的螃蟹。那孩子在这里其实是玩得蛮开心的。熟悉河川生态不只是学生的课程，小6毕业前要爬上观音山最高的硬汉岭，不单单挑战体能，也是生态课的一部分。观音山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独特的东西，有是季节限定的。观音山也有很多植物，然后都很漂亮。你看那个很明显，就是我们的孩子已经来到米仓，就是他就会很愿意去认识环境。他在认识的过程中，我觉得他对环境的关怀，对我的那种感动哦，那种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那种对生态的关怀，我觉得是我都还没有作为的时候，都可以让我感受到。好，谢谢你们哦。来，你们现在就是去拿秤子来。从生化学校基地巴黎左岸护蟹行动到观音山生态课程的结合，除了这是全校必修课程，还有这群不分年级加入生态团队的学生，放学后的实验课程正在学习厨余怎么变成能源。
在中午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剩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变成能源？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都是用来做什么用的？生质呢，可以来做生质酒精。生质呢可以做生质酒精。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实验课。105年也是他们第一次从能源路径开始，拿下台美生态学校的铜牌认证。从环境到生态课程，教育多了些不一样的变化。全校300多位学生中，高达1/3来自跨学区就读。创校100年的米仓小学，如今迈向第3面绿旗的路上。这样的改变，其实20年前，校园里很多地方都还是荒烟蔓草。那个时候我们的环境还不是这么的友善，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外来种。那整个学校的一个生态栖地的还原哦，应该是要从102学年艾琳校长开始啊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环境教育的守护者跟专家，所以他一进来，他就先带着学校老师去清除所谓的外来种，尤其那时候米仓最多的外来种就是大花咸丰草，大家都知道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把我们的滨海步道去换种成比较原生的，像后叶石斑、草海桐、文殊兰，还有我们看的田泡百合这样。公车来，小心哦。在103年的时候呢，开始百花盛开，我们所种植的生机出来了。于是呢，学校的栖地营造好之后，接着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回来了。环境改变了，生物多样性回来，生态课程不止校内也走出校园。生态团队的学生把学校富裕的花草跟着老师推广到社区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带我们的幼稚园的弟弟妹妹种这个叫做什么？巴林石竹哦，这个是在泰雅族那边的母亲花。那它只要这个阳光充足的话呢，它全年几乎都会开花。那你们现在就先帮他们松土，把它放进去，对，放进去这个洞，放进去这个洞，很棒，对，很棒，好，我帮你用，来，你把它压一压，对，压下去。他们在富裕一些台湾的原生种，然后呢，那他们就推广到社区里面，然后希望让这些富裕的原生种能够进到社区。我发现这些哥哥姐姐们就是，他们遇到了小孩之后，他们就会转换他们的语言。有时候跟孩子讲解到，我都跟主任们说，我就说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像老师在做较真一样。的学生的生态的团队，就像那台美生态团队，因为他们有这个团队在，如果他们的存在，自然而然就会可以传承下去。我觉得很赞的是，因为我们去颁奖的时候，去领奖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已经都在告诉我说，主任，我想要什么时候拿第3名？我说 OK 啊。他说可是第4名应该我毕业了哈。我说是啊。所以呢，第4名我们要传承交给学弟妹。只要这群孩子热情都在，然后呢，他们也真的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推广的方式、节奏、步骤一直走下去哦。我相信米仓是可以领到永久绿旗的，而且这些孩子会很开心说，这个完全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。我对教育的观念是这样，你有做就好了，你真的在做。我若有做，就有绿旗的能耐呀。可是有拿没拿，我还是得做啊，就是常态的。年度形式啊，教学活动啊，课程里面都是有在做，那才是真正的永续。从环境教育开始，让孩子一步一步探索，发现问题，并且能够解决问题。为了传承努力，追求最高荣誉的同时，在历届校长的带领以及师生努力下，看见淡水左岸有一群教育领航者，为孩子、为环境、为教育永续不停歇。